越过横断山脉，跨过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，翻过雪山，奔袭千里，就为了去看看中国唯一合法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的500年古村纳西族鄂亚大村。想来到这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车开到大山里，轮胎搞爆了，我去，咯咯咯咯响了好久了。我下来看才发现轮胎爆掉了。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备胎取出来。我这个工具也挺全的，手套、拖车绳、电瓶搭接线都有。这个备胎太小了，到那个补胎的地方就必须得马上换。如果说一样大的备胎的话，就可以一直开都没问题。008号啊，这个备胎换了一下，要发财喽。好了，走，赶紧开到镇上去补胎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州鄂亚那乡鄂亚大村。可以说这个村呢，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村了。这些房子全部是层层叠叠的建筑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？村子的边上呢就有一条河啊，所以这里的居住环境也是相当的好。那么他们这个人居住在这边，然后主要种的地呢在另外一边的山坡上，所以我们在一些视频里边呢经常看到有马驮东西。右边这个山头上这片房子比较有意思啊，建在中间凸起的一个山头上，有一种石头城堡的这个感觉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你看很多小孩都在家，然后他们住在上边的呢，就通过这个旋转楼梯下来玩。这边就是山顶上的这几栋房屋，这个石墙呢也是垒得非常的高啊，这看看都得10多米。站在中间这个山头上呢，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这个村庄的几乎所有建筑啊，就沿着这个山梁，然后层叠错落而建，看起来也是挺美啊。那么中间这些巷道呢，也都是穿梭来穿梭去的。今天呢是这个星期天嘛，所以说呢，你看家家户户的小孩都在家，非常的热闹。这个建筑真的是非常有智慧，它是几百户人家的一个集体智慧，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来回串通，又相互之间是有隐蔽性的。你在直播呢？我就说你们这个村好多网红都在直播呢。是的，人家都是大网红。是不是有10几个、20个了？没有，大还是有有。有吧？你现在也准备在直播？是的，我在学。这个村庄呀，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在这里直播，有本地的，有外地的。喜欢看直播的应该已经了解了这里的火婚制。我还是大概说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吧。本来这次呢是想找个当地的网红让他们说说，不过事不凑巧啊，联系了一个妹妹呢，正好我来这里，人家去了香格里拉。进村遇到了个刚开播的小妹妹，人家正在直播，我也就没好意思打扰人家。这里的火婚是有很多讲究的，比如说一夫多妻，那妻子一方大多数是亲姐妹，反之一妻多夫，丈夫一方多是亲兄弟。我知道大家关心同房和孩子的问题，这里只说我了解到的事实啊，大家不要乱评论。首先通过走婚的方式，大家相互有好感再结婚。那么结婚的时候，多妻或多夫的一方由老大来举行婚礼仪式，其余的不参与婚礼。婚礼过后正常走婚。关于房间呢，都有自己各自的房间，就拿一妻多夫举例吧，2个或多个丈夫都有各自的房间，妻子进入哪边一般都会在门口有提示，这样呢另一位丈夫看到之后也就不会打扰。
关于孩子这事儿确实不知道是谁的，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就有2个爸爸或者3个爸爸。这就是为什么丈夫一方大多都是亲兄弟的原因，都是一家人，就不说两家话了，都会视如己出。这是一种相当古老而且原始的婚俗，一直持续至今。2000年以前，这里的火婚率都很高。当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今天的年轻人就很少有人在火婚了。除了火婚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外，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的建筑。鄂亚大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，纳西族同胞已经在此繁衍生息32代，是迄今为止纳西族民俗保留最完整、古建筑最原真的地区，堪称世界仅存，中国唯一。这些建筑从山顶到山脚依次有序，层层叠叠。这种建筑是全球十分罕见的蜂巢状建筑。大家应该知道，蜂巢就是指蜜蜂的巢穴，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。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得如此密集呢？主要还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，相互有个照应，团结一致，防御外敌。这也是成百上千年前就流传下来的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对外严谨的态度却并没有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。只要你能进入其中一户人家，你就能通过这户人家辗转到另一户或者另几户，家家相通，户户相连，而且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养殖牲畜。就说这样的建筑，如果说所有人不团结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建成这样的建筑的。所以从这个建筑来看的话，就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个他们纳西族人非常的团结。如果是在其他地方这建房的位置很难调节的，谁在上谁在下，谁在左谁在右，其实都是很难去融合的。所以说纳西族人这种合作互信、为民族大义而舍小义的胸怀，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敬佩。这一独特文化和特殊的村落建筑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也被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，这样一座从前无人知晓的村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，人们纷纷慕名而来。村口的指示牌有3根石柱子，最高的柱子呢有 5.1 米，代表着鄂亚大村至今有500余年的历史。矮柱有 2.53 米，代表大村有253户人家。高柱子之上是大鹏神鸟雕塑，大鹏神鸟有鹰的翅膀、人的身体、龙的爪子，可上天入海，赋予人的智慧，被纳西族人称为霞求镇宅、辟邪、护佑大村、五谷丰登、吉祥安康。中间堆放的鹅卵石为12生肖石，来此游玩的游客呢，可根据自己的生肖找到对应的祝福语，与自己喜欢的生肖合影，祈福自己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鄂亚纳西族乡。那么刚刚我们飞无人机呢，在这个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看到有房子我非常的好奇，准备上去探访一下。这个下方呢有一条河流特别的清澈。然后要去到他们那里呢，就是从这里这个吊桥铁索吊桥，然后上去，大概就是到这个位置我们上去探访一下。就是从这个吊桥走过去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吊桥走起来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，而且抖动特别大。那么我感觉这个吊桥呢，也应该就是他们上边这家人就出来的一个通道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呢就建在中间这个石柱子的顶端。然后我们从无人机的角度来看呢，就是他们有可能人是居住在上边，然后下边这里呢是养羊的一个养殖场地。你好，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我说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听得懂哈？你们家住这里啊？那个上面那个房子也是你们家的？是住在上面吗？那这个下面的话是养殖的是吧？养羊。那住在那个上面的话危险不？不危险。
你们家现在有几个人在家呀？4个人。都是你的什么人呀？我爸、我妈妈。你爸、你妈妈、你老公，4个人。2个孩子。2个孩子。那你老公是在外边干活吗？帮人家去了。哦。你们家养了多少羊？5、60个。贵姓啊？姓啥？姓就是金谷是吧？那你叫金谷小梅。哦，好名字呀。哎，我想走上去看一下嘞。哎，你要上去吗？好，那我上去看一下哈。跟这个小妹聊了几句哈，他们家呢确实是5、6个人都住在这个上边的房子那儿。你们看这个居住的地方还是挺险的哈，整个四周呢都是这个悬崖峭壁石头。他们那个房子呢就从这里上去啊，这些小羊好可爱啊。然后我们看看这边就是关羊的一个地方。你看这边中间一个岔口。哎，阿姨，你吃饭没有啊？吃饭了哈。哦，我到这里来玩一下的。嘿嘿嘿。你整这个是什么麻绳啊？麻线。麻线哈，拿来做什么呀？要打起衣服，我们要自己的。这个拿来做衣服。我妈妈眼睛不好。眼睛不好啊？你们也是纳西族哈？我们是普米族。你是普米族？你们是住在这个上面啊？是。在上面住了多少年了？30多年不了。30多年了。那我上去看一下哈。好。我走上去看一下。好。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建在崖壁上的一座石头城堡。这个房子大家来看看，你们敢不敢居住在这样的地方？这边就是临崖。那他们一家6口人呢，都是住在这个上边的。当然，小的2个小孩呢是住在了学校啊读书。这个就是正面，看到吧？那么我们站在他这个房子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得开啊，几边都看得开，然后视野比较好。这里是他们的蓄水池。这个水管呢是从后山拉过来的。站到这个后边来看一下，来大家看看这个感觉，是吧？特别陡峭吧？这个后边就是也是全是很陡的。那水管呢就是从那边拉到这个房顶上来的，从后山那拉过来的。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住在一座悬崖的崖顶上，整个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啊，而且它整个房屋的周围是没有任何的防护的，出来就是悬崖峭壁。而且听这个阿姨说呀，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30、40年了，不短的时间了，就是以前就把房子选择建在了这个悬崖顶上。大家就说让你们住在这个上边，你们敢不敢住呀？我都看到你妈妈了。他在那里好像是用那个麻绳来做啥呀？做衣服啊？普米族啊？哎，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房子修在上面？以前是下雨的时候那个。哦，就是下雨的时候山洪比较大。滑坡嘛。就经常滑坡。所以他就把房子建在上面。哦，这样更安全一点，其实是啊。大家听到了哈，他们为什么要住在崖顶？这个妹妹呢就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地质地貌呢比较松动哈，一旦山洪爆发的时候呢，尤其是他们这一片呢，经常会有山体滑坡，所以也是被迫没办法把这个房子呢建在那个崖顶上去的，这样呢更安全一些。即使是涨大洪水的时候，这边有滑坡呢，但是他住在那个崖顶呢，也是安全的哈，也没有多大问题。所以说呀，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质不稳定，被迫呢把房子建在了悬崖顶上。我们常人啊，可能觉得住在悬崖顶上不安全，但对于他们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呢，恰恰住在悬崖顶上呢是最安全的选择。